第一课，创造性合作。吉尔伯特是这段关系的推动力，他总是在创作新剧本。太厉害了！他也负责推销那些剧本吗？是的，他把他们带到沙利文那里，寻求反馈和合作。听起来真是个很棒的合作伙伴。合作往往能带来更好的结果。绝对如此，不同的视角可以提升创造力。您认为他们之间有很强的创造性协同作用吗？我相信，他们的团队合作一定创造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成果。我很想了解更多有关他们共同的项目。让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和贡献。第二课，健康的生活方式。锻炼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。当然，你对什么活动感兴趣？我喜欢在健身房跑步和进行力量训练。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。我更喜欢瑜伽和普拉提，因为它能提升柔韧性。太棒了！瑜伽也能帮助放松。是的，这是忙碌的一天后放松的完美方式。我们应该尝试将两者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听起来很不错。让我们互相激励，保持活力。我对我们一起的健身之旅感到非常兴奋。第三课，体育诚信。你知道，这是为了防止其他运动员因不公平的做法而获得优势。当然，体育的诚信对于公平竞争至关重要。是的，许多组织正在努力执行反兴奋剂法规。这很重要。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。我认为，对提高成绩的药物的风险进行教育是关键。当然，运动员应该了解这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长期影响。没错，这不仅仅是为了赢，更重要的是保持健康。我完全同意。让我们一起支持清洁体育倡议。是的，让我们提高社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第四课，假期计划。我想享受这段经历，并有时间放松。说得好。你知道有哪些经济实惠的度假胜地吗？是的，我听说过探索国家公园的很多趣事。听起来太棒了！大自然总是放松的好去处。没错，而且附近通常都有经济实惠的住宿。是的，露营或住在小木屋里可以成为一种与大自然保持联系的有趣方式。我完全赞成，来点小冒险，放松一下，听起来很理想。让我们开始寻找下一次度假的选择吧。我很兴奋，这将是一次很棒的规划会议。第五课，友谊的起源。我们一起玩游戏，玩得很开心。是的，我们笑了很多，享受彼此的陪伴。从那天起，
那个女孩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太棒了，友谊建立的这么快，真是太神奇了。绝对，共同的经历确实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是的，能有人一起分享快乐时光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很感激有这样的联系。你呢？我通过类似的经历结识了一些最亲密的朋友。让我们确保继续建立这些联系。第6课，历史成就。公元前490年征服安大略湖是一项重大成就。太神奇了，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？希腊赛跑运动员菲迪庇德斯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、具有传奇色彩的旅程。哇，他一定非常坚定、坚强。是的，他表明了坚持不懈可以带来非凡的成就。绝对的，听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故事，真是令人振奋。我想知道那次事件对希腊文化有何影响。这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体育竞赛和赛事。让我们更深入的探究古代历史，有太多东西要学。第7课，人生里程碑。毫无疑问，听到其他人取得的里程碑也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。是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旅程可以分享。您最近取得了哪些里程碑？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工作上的大项目，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。太棒了！庆祝成就很重要。绝对，这激励我继续前进。我认为分享我们的成就也可以激励他人。是的，它创造了一个积极的鼓励循环。让我们继续庆祝彼此的成功。第8课，重回正轨。最近太忙了，有什么建议能让我重回正轨吗？首先，为自己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方法。你建议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？也许可以将较大的任务分解为更小、更易于管理的任务。我喜欢这个，这样就没那么让人不知所措了。没错，别忘了庆祝你一路上的进步。是的，这很关键。承认小胜利能让你保持动力。让我们一起制定计划，互相帮助，保持正轨。好主意，我们可以定期查看进展。第9课，手术准备。医生和护士将在手术室忙碌。听起来好紧张啊！你对手术感到紧张吗？有一点，但我相信医疗团队会好好照顾我。心态真好，他们经验丰富。是的，我关注的是积极的结果。这才是正确的态度，康复是值得的。我只想平安度过这一切。你会的，之后我会在这里支持你。
谢谢，谢谢你的鼓励。第10课，历史行动主义。苏珊、安东尼和伊丽莎白、卡迪、斯坦顿等领导人引起了人们对妇女权利的关注。是的，他们是妇女参政运动中的关键人物。他们的勇气激励了许多人为平等而奋斗。绝对如此，他们的努力改变了历史进程，真是令人惊叹。他们说服了很多人加入这一事业。是的，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在激励着积极分子。记住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很重要。当然，让我们继续学习像他们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物。我很乐意，他们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。第11课，谈判报价。我很感激您的提议，但是我们可以以$110的价格成交吗？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你这个数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认为，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状况，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。我同意，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很重要。是的，我珍惜这次合作的机会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让我们看看如何实现它。我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达成协议。是的，沟通是谈判的关键。让我们继续对话，直到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。第12课，童年故事。我记得海伦当时还是个小女孩。真的吗？她当时怎么样？她充满好奇心和冒险精神，总是探索周围的环境。听起来真可爱，孩子们的想象力真丰富。是的，她的父母知道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她。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？他们鼓励她追求自己的兴趣，并尽可能多地学习。太棒了！父母的支持会带来很大的改变。绝对，正是这份爱让她成为了如今如此出色的。第13课，卓越的款待。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。我很感激，这确实大大提升了他们的体验。当然，您觉得我们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吗？也许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服务添加更多个性化的服务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个性化确实能提升客人满意度。是的，这表明我们关心他们的个人需求。让我们集思广益，想出一些具体的实现方法。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好。我们可以共同为每个人创造难忘的经历。第14课，童年回忆。当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常常在晚上给我读书。听起来真贴心。他读了什么故事？他喜欢阅读经典童话和冒险故事。
这些一定创造了美好的回忆。是的，但是现在他的视力不好，看不太清楚。听到这个消息真让人难过。你现在有想过给他读书吗？是的，我想他会喜欢的，即使有点挑战性。好主意，这对你们俩来说可能是一段特别的亲密时光。我很乐意这么做，让我们尽快实现它。第15课，时尚实验。我同意，尝试不同的风格并混合起来是件好事。当然，尝试新造型真的让人耳目一新，而且很有趣。是的，它常常帮助我们发现什么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东西。没错，这就像是我们自我的一种创造性表达。你有喜欢尝试的风格吗？我喜欢将复古元素与现代配饰混合在一起。听起来很时尚。我也喜欢复古风。让我们计划一次购物之旅，来探索一些独特的发现。我太兴奋了，这绝对是更新我们衣柜的好办法。第16课，古董发现。我也是，我迫不及待的想找到一件复古连衣裙或一些复古配饰。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买古董真是太划算了。是的，找到别人没有的独特作品总是令人兴奋的。绝对，而且复古服装通常都有这样的特色和历史。我同意。你有什么特别的风格吗？我正在寻找一些具有70年代特色的、色彩鲜艳、图案独特的东西。那看起来一定很有趣。我更喜欢50年代的优雅风格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找到想要的东西。让我们花一天时间去逛逛当地的一些旧货店吧。第17课，一起唱歌。对我来说，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。太棒了，我也喜欢和他一起唱歌。你们通常在哪里唱歌？我们经常在旅途中在车里唱歌。听起来太棒了，跟着自己喜欢的歌一起唱，太开心了。是的，它让长途驾驶的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可以想象，你们有什么喜欢一起唱的歌吗？我们喜欢高唱经典摇滚歌曲。太棒了，我们快点计划卡拉 OK 之夜吧。当然，这既能让我们玩得开心，又能展示我们的才华。第18课，日常生活。不是真的，只是工作，然后也许去健身房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听起来你日程很紧。会很忙乱的，我很快就要去买些杂货了。这很重要，你列出了需要的东西吗？我通常会在手机上保存一份清单，以便保持井然有序。这主意真棒，我也应该开始这么做。是的，
它节省时间，并有助于避免冲动购买。让我们找个时间一起计划一次购物之旅吧。我很喜欢，它会让购物更有趣。第19课，时尚灵感。她穿着一件漂亮的白色长裙，上面有漂亮的蕾丝和珠子。听起来真棒，是为了什么特殊场合吗？是的，这是为婚礼准备的。她穿着它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我能想象，蕾丝总是能增添如此优雅的气息。绝对，这让她感觉自己今天就像个公主。我喜欢这样的裙子，它们可以适应不同的场合，真是百搭。是的，你可以根据配饰来选择装扮。没错，我们一会儿去买点类似的吧。我参加，一起找一件完美的裙子，一定很有趣。第20课，环保乐趣。我尝试过几次，它们很有趣，而且环保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很好奇。我的意思是，购物时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，而不是塑料袋。哦，我喜欢这个主意，这真是一个保护环境的简单方法。是的，而且现在有很多可爱的设计。绝对，它让购物感觉更个性化，更时尚。你有喜欢的可重复使用的袋子吗？是的，我有一个有趣的花卉图案的，我一直都在用。听起来很棒，我们一起收藏一些独特的吧。第21课，创意渠道。用彩色笔绘画是表达创造力的一种有趣方式。不是吗？绝对，它能给任何项目增添乐趣和创意。是的，我喜欢鲜艳的色彩，在工作时影响我的心情。我也是，它让一切都变得更有活力，更有活力。你有喜欢使用的颜色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使用青色，它让人平静而清新。这选择真棒，我比较喜欢亮黄色。太棒了，快来一起享受充满创意的一天，一起画画吧。我等不及了，这绝对是放松身心、享受乐趣的绝佳方式。第22课，面试准备。是的，我准备了几个关于公司文化的问题。太棒了，了解工作环境很重要。当然，它能帮我判断它是否适合我。您对文化的哪些方面感到好奇？我想知道他们如何支持员工发展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这些问题问得真好，说明你对职业发展很认真。是的，我想确保我加入的是一个积极的工作场所。我相信你面试一定会很出色，我们一起练习吧。太棒了，感谢你的支持。
第23课，童年回忆。在我住的街道上，我们有时一起步行去学校。听起来真棒！你喜欢散步吗？是的，特别是在天气好的夏季。我能想象，和朋友一起散步总是更有趣。当然，附近很多人也会加入我们。这一定创造了一种美妙的社区意识。是的，真的，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回忆。让我们多回忆一下童年吧。我很乐意，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。第24课，克服挑战。别担心，你只需要一些技巧就能回到正轨。你能分享一些技巧吗？我真的很需要。当然，先设定一些小的、可实现的目标，这样才能取得进步。听起来很容易。下一步是什么？尝试制定每日计划，来让自己保持井然有序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它能帮助我集中精力完成任务。没错，完成每个目标后，一定要奖励自己。这真是个很棒的激励，我一定会试试这个方法。让我们定期检查一下，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。第25课，烹饪原料。我要买一些甜椒和西葫芦。哦，还有洋葱，它们能给菜肴增添美味。当然，我喜欢这些食材的色彩和健康。是的，而且用途广泛，你可以用它们做沙拉、炒菜，甚至做汤。没错，你最喜欢用它们做什么菜？我真的很喜欢用多种香料炒蔬菜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今晚可能会试试这个。好主意，我们一定要买点大蒜。当然，大蒜是调味的必备原料。第26课，寻找连衣裙。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？您可以尝试一些百货商店，他们通常有各种各样的商品。好建议，你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店吗？我认为市中心的百货商店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服装。太棒了，我周末去看看。如果您需要关于风格的第二意见，请告诉我。我很喜欢，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更有趣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玩一天，然后一起吃午饭。听起来很不错，我很期待。第27课，医疗决策。唯一的治疗方法是手术修复割伤、撕裂或虚弱。听起来很严重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说实话，
我对手术有点焦虑，但我知道这是必要的。有这种感觉很正常，手术确实会让人感到害怕。是的，我听说在医院的康复期会很艰难。有可能，但医疗团队会在那里为您提供支持。没错，我只想快点结束这一切，然后开始康复。我明白了，我们还是关注手术后的积极效果吧。是的，我希望能够顺利康复。第28课，烹饪课。我们还应该考虑他们对烹饪的热爱。也许烹饪课是个好主意。我觉得太棒了，学习新技能的方式真有趣。当然，而且这也是他们认识其他人的好机会。是的，他们可以一起探索不同的美食。我很想参加这样的课程。你对什么类型的菜系感兴趣？我真的很喜欢意大利烹饪，意大利面食真是太棒了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很想学做新鲜意面。让我们寻找一些专注于此的课程。第29课，文化适应。他不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。这变化可真够大的。他最挣扎的是什么？我想他一开始是觉得人群太拥挤了。是的，可以理解。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，这可能会很震惊。没错，但他逐渐适应了，开始享受这座城市的活力。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。有时候适应确实需要时间。是的，亲身体验这种文化确实能让人大开眼界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去日本亲眼看看。我也是，以后我们一起计划旅行吧。第30课，日常护肤。我会开始将这些技巧融入到我的护肤程序中。真是个好主意。你打算用什么技巧呢？我想注重每天保湿和使用防晒霜。这些都很重要。防晒对健康的皮肤非常重要。是的，而且我听说定期去角质也有帮助。绝对有效。它有助于去除死皮细胞，让你的皮肤保持光泽。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变化将如何改善我的皮肤。我也是。我们互相看看护肤进度吧。听起来不错，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哪些方法有效。第31课，历史结构。他们有25000座塔楼，建造这样的城墙非常昂贵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？它们是古代为防御而设计的防御工事的一部分。太神奇了！建造这些建筑肯定耗费了巨大的人力。是的，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，
而且有很多熟练的工人。想想为此付出的努力和资源，真是令人惊叹。绝对如此，这说明安全对那些文明有多么重要。我很想了解更多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。让我们一起研究和探索更多关于古建筑的知识吧。第32课，法律后果。尽管有谋杀指控，但福特仍必须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庭外和解金。这金额可真大啊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指控的？存在有关违反安全规定的严重指控。哇，这肯定对他们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是的，而且财务影响也很巨大。这提醒我们企业责任有多么重要。绝对，公司需要优先考虑安全和道德。我同意。让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企业如何避免这种情况。是的，这将是一次有价值的对话。第33课，美术用品。您使用特定品牌的水彩颜料吗？是的，我更喜欢使用高品质的品牌，以获得更好的混合效果和活力。很有道理，质量确实会影响最终结果。绝对，投资好的艺术材料绝对值得。我正在考虑尝试一些不同的品牌，看看我最喜欢哪个。这听起来是个有趣的实验。我可以推荐几个品牌，可以先试试。我很喜欢，探索新的选择可以提升我的绘画体验。让我们一起计划一次艺术品商店之旅吧。好主意，我迫不及待想发现新的补给。第34课，信任与沟通。我一直在思考，信任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。绝对的，没有信任就很难感到安全，你不觉得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沟通至关重要。没有沟通，我们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呢？没错，开放的对话有助于日积月累的建立信任，但有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对了，你认为改善沟通的最佳方法是什么？我认为积极倾听是关键，它表明你真心关心对方所说的话。这很有道理，不仅仅是沟通，还要相互理解。是的，有时候脆弱也可以加强这种联系。脆弱性可能令人恐惧，但它往往会带来更深层次的联系。第35课，清晰的沟通。我认为，在任何讨论中拥有清晰、公正的观点至关重要。绝对正确。如果表达不清，很容易引起误解。有趣的是，一点沟通不畅就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总是提出问题来澄清问题。
您认为清晰沟通最常见的障碍是什么？我认为假设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们常常假设自己知道对方的意思。确实如此，与其妄下结论，不如先确认一下。没错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创造一个鼓励开放对话的环境呢？也许在讨论敏感话题时，要表现得平易近人，不带评判。